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11点半，也就是现在开始，到12点，只有30分钟。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当然了，今天是周二，那么美国是一个长周末，因为这个纪念日的这个假期。那么大家经过这个长假期的休整，这个身心应该得到恢复了。但是很多人，尤其是刚刚炒股的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会不太喜欢这种长周末，因为长周末的话，很多人喜欢做日内交易的人，他觉得长周末，尤其是周末的时候，他觉得好无聊啊，对吧？天天做交易，觉得进进出出很有意思。但是其实有长周末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些时间自己多学一学跟股票相关的东西，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认知能够提高，也不是什么坏事。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简单说两句这个大盘，然后看一下大家问的问题。在周五的话，因为这个特朗普的发推啊，要跟欧盟打这个50%的这个贸易战，造成了一个这个低开的状态，但是又回来了。但周五这个位置，我们当时也说过，它刚好是踩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均线200周，然后1小时上也有个很重要的均线120小时均线，对吧？你就光利用这些均线，你就简单的这个辅助判断一下，不是说这个均线有多重要，而是说我们说过这些均线呢 ，M 扩展器啊、黄金分割这些东西都是辅助判断的，对吧？就是省事儿嘛。你不愿意去看它的这个内部结构的话，如果说到了这个均线这里，它下不去了，那说明这根均线是支撑有效的。然后我们看一下1小时当时，那么1小时上，周四的时候是出现过一个反弹，很弱的反弹，在收盘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顶分型，然后周五的时候一个快速下来。那么这个在1小时上的画法的话，它需要修正一下。那么之前你是要第一笔画到这里，第二笔是反弹，但是因为它这个跳空缺口，周五的这个跳空把这个结构给破坏了，那么你就要修整一下，新的一笔就要画到这个最低点5767。那么这是第一笔，然后这是反弹这一笔。很多人可能会问，那么你这个缠论或者你这个分析方法需要修改，或者说前面画的不算了，是不是你这个方法不对呀？或者你这个方法有问题？其实不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结构没有完成啊。这个结构没有完成的时候，你是可以根据当下已有的新的 K 线进行调整的，或者进行重新划分，对吧？一个完成的结构你是不能够重新画的，一个未完成的结构你是根据当下的情况重新划分，这个一定要清楚。为什么可以重新画？因为它没完成，因为这段没完成。那么在1小时上，它现在重新画完之后是这样，然后回到了前面这个中枢里面来。这里是有一个中枢，我们之前画过。虽然说这个中枢看上去好像有点奇怪，但是这个是类似一个喇叭口，传统理论管这种中枢或者这种结构叫喇叭口，就这样，它这个中枢或者说它这个震荡的时候，越震荡这个区间越大，这种喇叭口或者叫扩张中枢，交易难度是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打掉低点或者说出现新高。它会出新低或出新高，是一个扩张的或震荡的一个模式，所以这种交易是难的。但是这种交易最怕的就是追涨杀跌，最怕的就是追涨杀跌，尤其是在特朗普现在这种，你说他精神状态不正常也没问题，对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然后今天是50%打贸易战，然后第二天就可以立刻改回来。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口无遮拦的随意在这玩，对吧？说他是有Art of Deal 也可以，对吧？你要是高大上一点，对吧 ？Art of Deal 也可以是这个人就有点神经病，对，或者说就在这里bluffing， 跟那个打那个桥牌呀，或者说打那个这个德州扑克一样，在那个 bluffing 呢，对吧？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市场是根据他的言行在动啊。我之前说过。我们关注的市场合力的表达，但问题是，如果它某一个分力的动能特别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严重关注某一个分力。现在以前是美联储
分利的那个力度特别强，我们要多关注美联储。但现在变了呀，现在变了，现在这个最大的分利是特朗普，是川普，他的分利的动能造成了这个市场波动的特别大，所以我们要多关注这个特朗普的一些东西，不管他是发疯啊，还是说是那个怎样也好，市场认，那你就要多关注。说明这个分利的力量足以左右市场的震荡，所以说不要轻视这个。那么不管怎么样，这种情况追涨杀跌是死的特别快的，对吧？涨上去了你一追，然后啪一个下来，你一杀跌，刚好一个这个斩仓正好斩在地板上。所以这追涨杀跌是切记不要在这种，尤其是在这种震荡的情况下。那么现在就看它，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从这个4835这里有2个中枢是扩张的。然后这里又是一次回撤，是个300，现在就是在做，这是小 B 中枢的大 A， 现在在做小 B 中枢的大 B， 在做这个模型。这2个中枢目前是没有接触的，就上面这2个小中枢高低点没有接触，它现在是在小 B 段是一个趋势上，对吧？所以现在就看这个小 B 段，它这个构造结构现在已经出来了，但是看它是不是要围绕这里继续震，还是说这里上去了，然后继续再往下走一次。如果说它先选择再次跌破前面这个低点的话，那就意味着你就要利用非同级别分解，大周期上有变化，因为这里从5968，如果说再出现一个新低的话，大周期上是出现了一笔回落了，对吧？你需要从这里断开，利用非同级别分解来分析。我有的时候用非同级别分解比较多一点，原因是因为用非同级别分解，它的这个分析起来简单。那么我们就继续跟踪就好了。现在这上升这一笔还没结束呢，对吧？这一笔上升看它什么时候结束了，看它怎么选。但是切记的就是不要去追涨杀跌。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秦朋友，你好，欢迎支持我的直播，每次都是基本上第一个来。看一下你问的这个 SMH， 一个跟踪 semiconductor 的芯片的这个一个 ETF， 这个其实因为它可能最大的成分是这个英伟达，但是英伟达是啥呢？英伟达因为周三才出财报啊，就是明天盘后，英伟达明天盘后要出财报了，对吧？你看它的图形跟英伟达图形基本上是几乎一样的。那英伟达没出财报，那它也就是在等待。但是今天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我们之前说过，这个是从170这里，170这里的话，你可以当成是一个1、2、3、4，现在开始走第5浪或者第5笔，因为这个4月9号这一天的这根 K 线跟所有的 K 线，大部分或90%以上的股票，美股都是在4月9号这天出现了一个大阳线。破坏了这个段结构，因为那天是特朗普发推说那个取消20%的这个取消那个什么呀，那个跟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停90天，造成了这个大涨。但是如果说把这根噪音，你可以把这根 K 线当成一个噪音的话，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有结构的1、2、3、4，现在是才开始走第5浪，前提是这个低点是不能够被打掉的，234.59，对吧？那么我们简单画一下，它这个日线上是这么一个结构。现在开始潜在的是走这个第5浪或第5笔，至于它能不能够再次突破这个高点，那就看明天盘后这个英伟达财报了。英伟达如果说财报不好，它也是可以完全再把这个234.59给打掉，然后往下延续，也就是4没结束，对吧？在前一笔没有结束的时候，或者说新的一笔没有生成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前一笔结束了，对吧？前一笔结束的前提，或者说前一笔结束的这个怎么判断呢？就是一个新的一笔能不能够生成。但是说，那你可能说很多人可能会问，那我等这笔生成了我再进，是不是晚了呀？对吧？肯定不是等这一笔生成再进呢，是它在生长初期的时候进。就出现底分型的时候你进，然后你是以234.59或者说以底分型的这个区间作为一个防守，如果说打掉了234.59，你就止损，或者说分批进，就看你是哪一种交易方式。很多人说是那个不愿意止损，那不愿意止损的话，那你就分批进，
对吧？你如果说看好了某一个标的的时候，你就分批；如果说你的判断不够准确，或者又怕我的仓位太大，判断不准确的时候，我如果说判断错误了，它又是一个延续下跌的，那你就分批进。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因为你判断错误，仓位很大的去赌，对吧？所以说就看你选哪种交易的策略，要么就是分批进，要么就是带止损，这就是看你个人的一个喜好。我说过很多次，交易很多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式，它更多的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设置，你的个人一定要根据你个人的一个性格来。其实，在交易过程中，你很多时候你能够慢慢了解自己的性格，你是一个这个很有耐性的人，或者说一个保守、交易风险喜好比较低的人，还是说特别喜欢冒险的人，你在这交易里面完全能够体现出来，就是在你的仓位上。所以说，为什么说炒股票其实是在更多的是磨练自己的这个个性也好，或者了解自己的话，其实就在这里，就是你对这个风险喜好。那么，至于它怎么选，我们不知道。所以说，在这个位置进了，我能做的就是发现这个位置的时候进场，或者说你利用小的周期能够抓到更贴近这个位置的位置的这个234.59这个位置，利用小周期里面更能找到这个利用区间套，对吧？不是说等到底分型出现了我再进。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底分型的进场的时候啊，它是有讲究的。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它的这个策略，就底分型的时候怎么个进法？底分型是第一元素、第二元素、第三元素，有3元素。然后区间呢是第一元素的高点，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底分型可以画的有点差异一点，这样的话能那什么点。这是这个第一元素的高点，这是第二元素的低点，这就是这个底分型的区间了。什么时候进呢？不是说第三元素出来了，我出现确认底分型了，在这个位置进，不是在这个位置进。不是在这个出现这个底分型的高点进，而是在出现底分型之后的次级别或次级别的回落进，是进在它的这个回落。这个有点类似这个中枢震荡的时候，中枢震荡的时候不是在上沿的位置进，而在回落测试这个前低没有出现前低的这个二买进。不是进这个突破这个位置，或者说进上沿的位置，一定要有这个有这个认识。所以说底分型怎么操作呢？跟操作中枢震荡是一样的，就是看它的次级别或者次级别去找这个回落，买在下沿位置，不是说追在上沿位置。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考你的考你的这个交易的这个经验或者你的盘感的。那么能不能够抓到这个好位置的话，那就还是看你多交易就好了。这就是简单说一下这个 SMH， 没有更多的信息在这里。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赌明天，因为英伟达这个财报盘后有财报嘛，还是那句话，看你个人的风险喜好。因为赌财报的话，不单单是一个这个它的一个什么基本面的一个数据，财报的一个数据，主要还有它的一个指引，所以比较难。赌单边是非常难的。然后我们再简单看一下Shirley 朋友问的苹果现在还能进吗？苹果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在之前分析过一次苹果，就在这个位置，在这个出现底分型的时候我提的这个苹果，然后当然了，后面有跳空缺口，这是都没有办法预测或预料的，但是它只生长出来了，对吧？那么按照我们之前分析的，它这里从这个169这个起涨的话，它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对吧？这个也是一样啊，它又回到了这个这里已经有中枢了，那它现在就可以围绕这个中枢做震荡。我们要做的是，它在中枢下沿附近，或者说中枢以下力度衰竭的时候进场做多。在上方的时候是要减仓，这就是你中枢震荡的策略。那么现在又出现底分型了，它又是所有的这些都是二买，对吧？那么它可以一直在围绕这里震，也是震完之后也可以不保证它一定要往上走的。如果说它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到了这个位置突破前面，看一下哪个高点比较高，可能这个高点比较高，然后又到了这个200天、120天均线，那就以这种方式它可以完成周线上的这一笔。就结束了，前面是一个周线的下跌，所以说它现在它是小周期没结束，小周期它还没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离开这个中枢，对吧？如果说出现这种结构的时候，你要注意了，可能是它就大周期上结构，这个位置可能就是周线的一个大二脉了。那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的，就看你的仓位嘛。又回到了刚才我们说的仓位，你没有办法控制风险，风险是一个不可控制的因素。所以说很多人想控制风险，风险是不可控的，你怎么可能知道特朗普今天晚上要发一个什么推，或者说要那个明天他这个抽筋儿然后发一个什么玩意儿？你没有办法控制风险的，你能控制的就是仓位，利用控制你的仓位就控制好了所谓的风险。所以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是长期要做这个，还是说只是要做一个短炒，那么就不一样了呀，对吧？你长期做的话，你肯定是留着底仓的，而不是说每次都全仓进出，或者说就做一波就出来，那它肯定策略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全仓进出，或者说仓位只是短炒的时候，你反而不敢进，因为你看不好它，或者说你拿不住，一开始回落的时候你就想跑。因为你的心态是一个短操作的，那么这种回落的时候，你反而有的时候拿不住。但是如果说你的心态是放得很好的话，长期做它的时候，你反而是敢买的，你就买了，就相当于多把仓位变大一点嘛。前提是你不用那些杠杆啊，不用那些 margin， 就是还是牵扯到仓位，还是牵扯到风险。所以说，首先定好你操作的这个票，然后定好你要操作的周期。这样的话，你就这个好控制了。好的，这是简单说一下这个苹果，大家可以继续提问，然后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一下今天这个比较亮眼的就是这个特斯拉。特斯拉目前涨了 5.2%， 是目前市场中大盘子里面的这个最靓的仔。我们可以看一下特斯拉的结构。首先它的结构，这个月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的月的底分型。我们之前一直说这个月线出现月的底分型，那么月线上有个大中枢，它现在是围绕这个之前是从488回到了这个中枢里面来，然后现在开始这个有可能是要尝试脱离这个月线这个大中枢，是吧？然后周线上也是这些结构从214涨到357，这些结构在月线上就是那个月的底分型，那么在周线上现在目前还只是一笔，然后在日线，这就是利用区间套一点点那个降低这个周期，然后它也是4月9号这根 K 线破坏了结构，其实也是一个1、2，但是呢，它这个3或者4的回落并不明显，不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SMH。就是4浪的回落它并不明显，这些是有回落的，但是并不够明显，所以说就看你能不能够把这些当成这个4的回撤，对吧？你不把它当成4的回撤的话，其实还是在走3。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我们之前其实说过这个结构，我们再重新说一下小周期上，它的小周期其实比别的强。我们重新看一下特斯拉的小周期。为什么说它的周期比其他的强的原因在这里。从214这个起涨点的话，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看后面这个水印，看这个水印1小时。那么这个从214这个起涨点，这是 A 中枢 B 中枢，这是出来这个 C 中枢。但是呢，在这个标普上其实是已经出来了4个中枢了，那么特斯拉才是第3个中枢。那么前2个中枢有高低点有接触，这个高低点有接触，那么是一个升级之后的扩张中枢。那么这2次回落还是3买，针对下面这个还是3买，对吧？所以说这就是区别。那么其他的像特斯拉呀、英伟达都是在做第4个中枢，特斯拉才在做第3个中枢，这就是区别。那么现在是这个2次回落之后还是3买，那么这些全都是在走小 B 段，也就是说这个中枢是小 B 中的大 A， 在我们的模型里面是小 B 中的大 A。这里能不能够走小 B 中的小 B 呢？就是 B 中 B，B 中 B 有点类似那个浪形里面的3浪3，就是波浪里面的3浪3，就是也就是最强那一段，前提是这段的力度一定要强。所以说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这段离开，想逃离这个中枢的力度一定要强，如果不够强的话就会被拉回来，还在这个中枢继续震，
这里面需要关注一下，因为你不知道它哪段能打出去力度很强的。比如说现在在这里震，它在这里震荡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哪段能出来强的力度，它完全是任何一段，只要前面3段构成之后，它每一段都可以出现尝试离开这种。怎么能够抓到这个强的这段呢？就要看它离开的时候它的次级别或者次级别的这个结构不能够很纠结，不能说这种2中枢都往上走。那这种结构小周期上如果出现这些的话，它很难逃离下面这个中枢，只有出现这种浪形往上走的时候才可能逃离这种中枢。因为结构越简单说明动能越强，也就是说它多空表达越一致，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关注。那么最后这段的话其实可以利用这个15分钟账看一下这段的15分钟。它在15分钟上现在是其实出现了一个中枢，我们把这个中枢给它画出来。这个我已经比较熟悉它的结构了，所以说我知道它的15分钟中枢在哪里。这是它15分钟的中枢。我们说一下它15分钟这个结构，这是中枢的进入段，然后在这里震，然后又回来，要尝试离开，对吧？这里我是把这个一笔当成一段来用，就是因为它这里其实有包含关系，因为处理之后是不够这个一笔的，但是可以当成一个，因为在小周期上嘛，对吧？你如果说这一段不当成一笔的话，那么这个的回落是在这个前面这一笔的包含范围之内，这个表达是明显是一个小周期的一个2买，你是没有办法抓到它的。所以说在这里我是把它画成一个15分钟的这个结构是这样画的，然后这个是尝试离开这个15分钟结构，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比较一下这个15分钟在这个结构里面的进入段跟离开段，用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叫斐波那契扩展器，在这个你会发现它这个离开段非常强，已经突破了等比例 352.15， 说明这个离开段它没被持。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没有被持，然后这个 MACD 表达也是强的，对吧？所以说15分钟上这个上涨没结束，它完全可以在这里再生长出来一个15分钟的中枢，跟这下面这个结构是一样的，级别是一样的。那么这就是 A 中枢，这里就是 B 中枢，还可以再打一个高点，才有可能结束从331上涨的这波。那么这波现在是在大周期上是什么呢？就是在1小时上的这一笔，也就是说1小时上的这一笔现在还没结束呢。好的，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大家可以继续提问。因为这个英伟达，我们今天可以说一下英伟达，因为英伟达那个明天，我本来计划明天想加播一场，明天是周3，哦，明天没有办法。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这英伟达。那这样的话，明天就没有直播，所以本来计划中就正常的话也是没有。但是它的结构其实跟刚才那个秦朋友问的那个 SMH 这个差不多的，对吧？就是一个1 2 3 4 1 2 3 4，还是走5。所以说它这个位置真的，你要是要赌财报的话，就是一个上下都行的一个结构，它可以再次跌破这个129，那就是4的回落，它也可以再次突破它往上走。这种就是你要是赌单边的话，基本上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空间，其实如果说到这个周线中枢的上沿的话，3.6%，如果说是去前面这个历史高点的话，13%，对吧？如果说它有些回落的话，看到这个中枢的中轨14%，不知道它也有可能这个多空通杀呀，它多空通杀在这里横着也没有问题，所以说这个财报是非常难赌的，尤其是关注度非常高的这些票，对吧？大家都愿意赌单边，因为赌单边如果赌对的话，利润是非常高的。那么它就给你来一个横在这里，
不上不下，或者说非常小的一个那个短期的窄幅震荡也可以，所以说比较难。所以对这种你长期看好的话，你是不怕它涨的，或者说你也不怕它跌，因为跌下来我敢买呀。它或者说也可以踩一下这个200天和120天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6.3%到120天7%。所以说真的，如果说都能够踩一脚这个200天和120天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进场加仓的位置。如果真要给你踩下来的话，所以说不要追，永远不要去追涨。好的，还有5分钟时间，我们简单的再看一个这个苏珊朋友问的这个 Shopify。Shopify 的话就是一个电商了，好像是加拿大的一个公司。整体结构从它上市以来，就是走了那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构，是吧？现在看的周期是季度的图，大季度图，就是一个上下上，这里是一个季度的大二买，对吧？虽然说有过那么深的一个回落，但是还是一个买点，就是告诉你不要去追涨杀跌。然后我们也可以现在测一下它当时回落有多深，就跌破了0.018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回落还是非常深的。那么现在看的就是它从23.63涨到129这段结没结束，对吧？现在这个季度上虽然说是满足一笔的，而且也出现了季度的顶分型，季度的顶分型也出现了，也满足一笔了。前面是出现过一次。在这里出现过一次顶分型被打掉了，变成中继的了。现在第2次出现顶分型，如果说这个再被打掉的话，它这个MACD 如果说能够交叉拐点向上来一个空中加油的话，那就有希望再次突破前面的历史高点。你也可以现在反向测一下它从最高点回落到多少了啊？刚好是到0.018了，对吧？没上去。这种情况的话，它如果下不去的话，基本上走微了，基本上肯定是要再去前面这个最高点176，之前那个 Netflix 是出现过类似图形的 ，Netflix 也是大周期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先看一下 Netflix 大周期，它也是出现了一个微转，在大周期出现了一个微转。我们是之前在分析这段的时候，应该是月线上这个，我当时分析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我们从700这个位置测一下，我记得我当时分析也是它出现了一个微转，看。就在这个类里的时候，因为它特别贴近0.018，然后从这个下来是一个到了0.018下不去，然后它如果说慢慢往上走，我当时在这里判断就是它大概率是要去再次到700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微转嘛。所以说，如果说你发现到了0.018之后下不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里的力度，但是它这个表达当时还没有刚才我们看那个强呢，还在0轴以下呢，但是它是张嘴之后一直上来。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这种大微转，如果说真能出现的话，那就是非常牛了。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 Shopify， 这就是它大周期上，如果说也能出现微转的话，就是季度上是现在是横在这里，看它能不能够往上继续走。周线上，那么周线上这里是有过一次月线，现在是月线。刚才我们看的是季度的，现在是月线的。那么这个月线上是有一个这么一个结构，3段，月线上出现了3段，这是 48.56， 对吧？第3段是 48.56， 先测一下这3段的一个空间，刚好等比例。它这个操控的有点厉害呀，刚好到等比例这儿上不去了，然后往回落跌了3个月，对吧？116.5刚好是等比例。所以说，你说这些分析没有用，或者技术分析没有用吗？它为啥到了116这儿上不去了呢？是不是？那么这3个月，你如果说能避开的话，或者说能够打一个短差，或者说做一个那个差价的话，那是非常爽的，对吧？那么现在就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48.56， 因为它又是一个中继的嘛，这3个月又是一个中继的，或者说目前看，如果说再次出现高点的话，那就变成中继了，就是前面这个上涨没结束，那就跟其他片差不多了。那么周线上
现在看的是周线，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我们把它周线上这个结构给它简单画一下，一笔回落，然后打了一个高点，三段，1、2、3段，然后有一次回落，再有一次上涨，这都是周线上的结构。它就是也是走出来一个扩张的，跟刚才标普那一样，一个扩张三角形或者扩张中枢都行，对吧？所以说就看它最后这个生长能不能够继续延续。最低点69.84，在前面这里，69.84这里最低点。所以现在分析的重点就是69.84上去能不能够延续。然后在日线上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现在是带中枢了。我们把它日线上最后这段给它画出来，这是一笔上一笔下，再次上去再次下来，对吧？这个也是走的挺连贯的。那么这个回落的时候应该是产生了中枢，我们看一下具体看一下价格，100.31 100.49刚好回来碰到了。所以说其他的你发现其他的美股，因为它其实是算是加拿大的一个票，其他的都没碰到，都是这种浪形的，要么在走第4段，要么就是3没结束。但是它这个是回来了，碰到了，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对吧？所以说，如果说想进的话也可以呀，就是因为它这是一个结构买点，这是构成中枢之后的一个结构买点，它完全可以再次突破这个前面那个高点112这个位置，对吧？它也是可以再次打掉这个，然后也就是说这笔没结束。那相当于类似一个车轱辘话了，两边都就相当于没说一样嘛，对吧？听上去好像跟没说一样，那你怎么应对呢？就是仓位啊，说来说去就是仓位。出现结构了之后，你所能做的就是应对你的仓位，而不是说等它涨出来了，我这个位置能不能够追，晓得吧？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分析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